村长，看您的身手，想必先生不是普通人吧？我是朝廷册封的武人，得聊城官府许可，前往东阿开宗立派。你们把我2个弟子弄到哪里去了？先生息怒，贵弟子确实不是我们弄丢的。还嘴硬，莫非要我把村子翻个底朝天吗？先生不要着急，但老朽也许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师父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哥哥，十月，十月，怎么就你在这儿？师父呢？你走了以后，我们等了好久。后来师父出门去找你，就再也没回来。我不敢出去，只能在庙里等着你们回来。没事，别害怕，哥哥在。哥哥，那外面是什么？这虞山地界阴气重，孤魂野鬼到处都是。不是我们不愿意留你在村里过夜，实在是被这些鬼物欺负怕了。这山上游魂这么多，东阿县的衙门为何不管？他们倒是想管，但是东阿什么都不多，就是山多，衙役们光是维护治安就已经很勉强了，更别说清理鬼魅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青罗司会好心把这么大一块区域划分给我。到了。这是哪里？这是虞山的山神住的地方。祭祀的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陆丹，山神大人，我们是来请您帮忙找人的。找人？是的，找2个孩子。生命狗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朝廷册封的武人，来东阿开宗立派。途经此地，随行的徒弟不见了。既然是朝廷册封来保卫东阿的，就姑且帮你一回。你家徒弟都什么特征？在哪里丢的？1男1女，在土地庙丢的。土地庙？你们离远点，我要开始了。这是山神大人的这种姿态，我们也从未见过。神树苏醒了，危险！快往后退！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你家的孩子没有走丢，他已经去了阴间。你家的孩子没有走丢。什么？别松懈，谁在那？那些沙质眷族很快就会到这里。你刚刚听到有人说话吗？没有啊，没人说话。别叫了，那个女娃娃是听不到我说话的，只有你能听到。怎么了，哥哥？你没看到那个雕像吗？哪里来的雕像？别费劲了，他是看不到我的，只有你能看到。我叫丰都，
你呢？时善。时善，好名字。再过半炷香，那些沙之眷族就会闯进来。你和你妹妹的时间不多了，想不想做个交易？这件事解释起来很麻烦，在当时有2个异人来到虞山，为了炼制异物，把虞山地下的龙脉给抽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虞山再也没恢复过元气。这和我家弟子失踪有何干系？因为虞山地脉已经枯死的缘故，每到中元节，这一带与地府的勾连会比其他郡县严重得多，所以你家徒弟并没有走丢，怕是已经误入阴间了。什么？稍安勿躁。好在现在离中元节还有几天，虞山和地府之间的人境还没有那么强，早点赶回去，还有的救。什么交易？这个世界灭亡在即，带我去你的世界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来不及了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你的妹妹也会死。时善，时宴，师傅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师傅，我刚刚……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。怎么了？哎，没什么，之前乱跑，害师傅担心了。这里是是非之地，以后切记不能乱跑了。知道了。哇，师傅，东阿好热闹啊！那是自然，自古以来，东阿就是中原的外围要地，整个中原的人都会路过此地。喂，师傅，那人在卖什么呀？出宫的将军钱，驱邪避灾，便宜卖了。估计是倒斗的，倒斗？就是盗墓，卖死人东西，有损阴德，这种人以后离远一点。嗯。你得跟我们走一趟。诸位今晚先在这里将就住下，明日我找信誉好的衙人，给您挑个房子。劳烦了。哦，对了，请讲。如果晚上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。了解。师傅，为何不能开门？八成是最近东阿闹鬼患，多事之秋啊。师傅，没事，睡吧。真晦气，买卖没做成，反倒吃了牢饭，不就是偷卖几个破古钱吗？啊？谁啊？哼，踩死了几个铜臭鬼，又关进来个倒斗的，动什么死人东西？怎么可能？出事儿了！你们这些冤枉我要的烂货！大晚上本是躺在坟里，爬出来干什么？你就是领头的？
奇怪的梦。啊，师傅呢？师傅，这些难道是师傅做的？师傅，哦，你醒了。师傅，你这是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养几天就好了。那走廊里的都是些小麻烦，我已经解决掉了。可是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那这样，石善，帮为师一个忙，去客栈门口守着符咒。符咒？对，有那符在，外面的人才看不到客栈里面的情况。等昨天那个衙内来找咱们，你就带他进来。是，师傅。去吧。这一下有好戏看了。你们简直不想活了！甲级鬼幻，你们也敢瞒？啊，先生冤枉啊！我们东阿最近是爆发了鬼幻，但绝对没有甲级那么夸张。你还敢说没有？先生，你还好吗？3楼的楼梯拐角有一只尸变的偏将，从铠甲的制式上看，应该是100多年前的首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不可能吧！头儿，不好了！牢房出事了！什么？查清楚这些人头的身份了吗？那几个死人头都是最近流窜到东阿的摸金校尉，本地的鬼幻就是他们惹出来的。摸金校尉？难道？这个事得从半年前说起。当时有一批古玩流入东阿，这批货来路不正，但因为要价实在太低，没等我们出售，就被本地的豪绅先一步分干净了。嘿嘿，这次啊，真的是捡到宝贝了。嘿嘿，这次啊，真的是捡到宝贝了。土老帽卖这么便宜，谁呀？哎，这么晚，懂不懂规矩啊？之后，每一个买了那批古玩的豪绅，家里都遭遇了各种鬼患，而且死法也如出一辙，都被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之上，面目狰狞。所有人都死了？啊，只有钱掌柜一个活口。他听说此事，夜里听到了敲门声，吓得晕了过去，逃过一劫。应该是跳尸，作祟的时候要主人开门才能进屋。这下有点意思了。后来钱掌柜吓得第2天就把家里的古玩上交给衙门。哼，他是能睡个安稳觉了，我们可就惨了。还好，只要不给他开门，就能相安无事。可是我有一事想不明白，古玩不是都已经上交了吗？这死鬼为何找上我们？因为鬼幻开始扩散了。你说什么？此话怎讲？不止东阿，聊城，整个河南道的地脉都有问题。寻常的鬼患放在我们这里，几天不停就会扩散，难以收场。这次的鬼患就是这样，因为这批古玩的来历过于神秘，我们只知道它是从附近的某个坟里刨出来的。但具体是哪个，我们不清楚。不只是先生您，东阿很多人都被卷进了这次的事件里。奇怪的是，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的扩散速度。那个遭贼的墓，你们查到了吗？查是查到了，但我说实话，我宁愿没查到。
说吧，到底是何人的墓？100年前，天下动荡，为了争夺中原无柱龙脉，各方节度使逐鹿中原，光是河南道就有4位节度使厮杀混战。这段我知道。然后呢？那你也一定知道，太祖一生鏖战仅有2次战败，其中的1次就是发生在河南道吧？等等，你说的墓不会是向镇岳父子兵败聊城后，其子向北明的尸首就埋在东阿。我已经不敢想，江州无双向北明的尸体在河南道这种阴阳失衡的地界，会闹出什么样的乱子？所以，我们现在想请先生，想都不要想。石山实验，我们走。先生，您就看着百姓深陷水火于不顾吗？这已经不是甲级鬼幻的范畴了，白白送命的差事，你们还是另寻高明吧。镇守5人无故不得离开辖区，等他苏醒以后，你还是逃不掉。去发飞鹰传书吧，跳过聊城，直接发往齐州府，就说天灾级别的鬼幻在东阿出现了。能把东阿的官府逼到越级上，这鬼幻可就有意思了。看来已经在甲等之上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禀报大人，属下无能。跟你一起出去的偏将和他的部下呢？被干掉了。被干掉了？有一个5人来到了东阿。所以呢？不足为惧。你的打算，我懒得过问，但是别忘了你的军令状。忘不了大人。事成之后，我们会遵守约定，帮你们消耗大锦在山东的力量。哼，知道就好。咱们进到武学中最关键的一步，气。气是什么？气是生命力，活着的东西都有气，但是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开发和存储自己体内的生命力，这使得绝大多数的气都在他们无意识的时候，顺着他们的毛孔排出消耗掉了。那如果让气不流失，岂不是可以一直活下去了？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，但即使是那些宗师级别的高手，也很难锁住身上所有的气符，更别说普通人平时行走坐卧也会消耗少量的气了。气海穴乃人体生命之源泉，位于肚脐正下方1寸半的位置。现在将心神沉入气海穴，顺其自然，让气在经脉和窍穴中游走，记住这感觉。第一次做，就自发地完成了开窍和闭窍的过程，堵住了天府穴的气口。这孩子，难道……第一次做，就自发地完成了开窍和闭窍的过程，堵住了天府穴的气口。这孩子，难道……师傅，为什么我感受不到气？这很正常，就算是为师，当初也用3天时间才找到气感。我再试试。啊，这2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天赋？目前已经被发现的窍穴有700余个，我们的生命能量就是通过这些穴道流失到体外的。开窍和闭窍说的通俗一点，其实就是通过内观找到你身上指定的穴道，然后通过主观控制来加大或者关闭某个部位的生命能量流出。没懂是吧？我来演示一下。但是用生命能量来打架，岂不是要消耗很多寿命吗？普通人的话，日常的消耗是很少的。修炼的武者每天可以锁住自己的能量，存储在体内。这些被储存下来的能量，只有在需要的时候爆发出来。一流的高手在战斗时也会控制气的消耗。这样啊。但是，
如果遇到生命危机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冀州王府有令，山东境内传武人，中元节前，东阿除鬼。谁来负责这次的总攻？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的领队应该是南山派的副掌门。师傅，不去不行吗？那可不行。齐州王府的调令，山东境内的所有传武人都不能拒绝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可以帮你师傅。我不相信你。但这样下去，你师傅就死定了。上次的鬼族和偏将都能伤到你师傅，那更高一级的将军，你师傅还能应付得了？师傅，师傅，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让你……南山副掌门到。除了我们，还有谁到了？监楼的冯彪到了，五行门的人明早抵达。至于其他门派，都在观望是吧？想让杏子急的先去试一下水的深浅，要是鬼患的强度超出预期，那就宁可得罪齐州府，也不会派人过来。怎么了？嘿嘿嘿，有老鼠跟着咱们。早就发现你们不对劲，果然你们都不是人吧？是不是人，就拿你的小命来验证一下吧！他的事估计是暴露了，官府想探查他究竟还有多久才会苏醒。但就凭他们是无法阻止的。大庆在山东的传武人注定是会被消耗干净，再加上我们的布局，未来10年，山东对我来说就是不设防的后花园。连冯师兄这样的高手都栽在这里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禀报师叔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什么？他们要走？冯彪怎么跟你说的？我没看到冯彪，是另一个弟子跟我请的词。算了，胆小鼠辈，走就走吧。算上济南府的亲卫，我们这边的战力处理李存孝的旧部已经绰绰有余了。你现在速速找到孙不二，让他去探探墓穴里的情况。哎呦，官人，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我找孙不二。孙大爷，您看谁来了？孙不二，领队让你下墓探一下李存孝部的虚实。这次又是谁？这真的是李存孝的墓穴吗？不对呀，主墓室小的过分也就罢了，陪葬品都这么简陋，还是说李存孝和他的墓群已经转移了？孙不二死了。死了？怎么会？没想到向北明的墓穴下面竟然勾连着一个天然地下溶洞。向北明死前的布置真可谓是大手笔呀！你看一下。玄师高挂，镇魂百载，这么大的手笔，哎，不行，我现在要上报。以我们的现有条件，只能殊死一搏了。运气好的话，可以在中元节前阻止向北明的苏醒；运气不好，你就组织当地百姓撤离吧。说起来，冀州王府的亲卫应该已经到了呀，怎么回事？禀报掌门，冀州王府的亲卫已在途中惨死。
怎么了？这间客栈问题很大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两位是？有杀气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我们是滨州的5人，应济州王府的要求，来东阿协助本地官府除灾。方便的话，能说一下这边的情况吗？什么情况？打一掌不就知道了？看招！小心，他要用真功夫了。知道。这样，应该清楚了吧？可以了，坐下说。魂魄散尽，这死了得有2天了。咱们今晚就下墓。不对劲儿啊！如果东阿的灾患真的是向北明和他的部下闹的，那这件事就太蹊跷了。哪里蹊跷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向北明这种级别的武将，尸首一般是由朝廷统一收容管理的。他们在民间的墓穴也一般是衣冠冢，身体有青螺丝的人另存他处安放。东阿的灾患若只是虚惊一场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。但如果真的和向北明有关，那就说明100年前向北明的尸首并没有被朝廷收容，反而瞒天过海，丧在了东阿。当时的青螺丝不可能犯这种错误，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：此地灾患背后必有推手。还要多久？4、5天吧，但不排除他提前苏醒的可能性。其他的布置呢？还算顺利，那几颗人头的转化已经到了最终的阶段，随时可以点化。那些5人估计做梦都想不到，咱们假借他人之手暴露的向北明，就是用来吸引朝廷注意力的消耗品。事出紧急，请诸位移步县衙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就来了这点人，别人也就算了，剑楼和五行门的辖区不是刚好和聊城接壤吗？怎么也来了？剑楼的人到得最早，但中途有事，请罪回山了。至于五行门，来是来了，但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五行门那帮矮子虽然不能打，但以他们的对数，要跑也没人拦得住吧？道理是这样，但他还是死了。这是他临死前带回来的情报，有谁要看？发现了什么？你脸色这么难看。这不就是湘西那边的炼气术吗？时隔多年，竟在这又碰上了。你也知道这个？60年前，我得罪了一位高手，差点没死在湘西。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能不记得吗？60年前，这人到底多少岁？那个人叫黄秋水，真名不详。据说早在太祖高盛还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闯出名头了。他练的什么功法？怎么能活这么久？不清楚，但据说这个人每隔20年会换张脸，变化大的时候，身高和性别都会换。关于这6面棺材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吗？这是湘西的炼气术，因为修炼条件极其苛刻，所以少为世人所知。他需要修行这法门的人，在指定的时间凑齐6具指定的素材，以指定的流程封气入棺，然后再把棺材存放在指定的地点，静待岁月流逝，最后培育出成品的法器。
根据法器的生辰八字、生平、封器入馆的手法、存放法器的方式和存放时间的长短，炼制出来的法器在强度上会有非常大的差异。比如说，在山河动荡的年代，将战死沙场的武将以玄关高挂的方式存放在河南道的地下溶洞，放置100年。这种条件，就算那6面棺材里最终只唤醒了一具法器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对抗的。更何况什么？更何况，这种炼器术还有另一种更为凶险的炼法。正常来讲，修行人为了确保自己炼制的法器不会对自己下杀手，会刻意的压制法器的凶性，这样炼制出来的法器其实是无法发挥自身的全部力量的。但如果不刻意压制法器的凶性，反而在炼制过程中最大化的激发法器的怨气，那培育出来的法器在威力上会达到一个极致。这样看来，东阿地下的那6面棺材，明显是后者的概率更大一些啊。国施主，如果猜测属实，那这次的行动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上限了。眼下向北冥还没有彻底苏醒，我们其实还有机会。如果他已经醒了呢？这么大的事，应该上报秦罗寺，请中央定夺。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呀？等中央调高手过来，最快也要1个月。那时此地说不定已经沦为死域了。如果朝廷发现我们连尝试都没尝试，就将此拱手让出，你们觉得天下虽大，但还能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吗？眼下这局势，贸然项目等同于自寻死路。但留在东阿什么也不做，等向北冥醒过来，那还是死路一条。镇守5人擅自离岗，罪加一等，我根本没得选。但如果我死了，实战实验怎么办？时局紧迫，每拖1天，向北冥苏醒的概率就会增大1分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咱们今夜下墓。冀州府调我们过来除灾可以，但送死这种事，恕老子不奉陪。你敢抗令？几位冷静一下。你们师父面露死相，恐怕活不过今晚了。但你可以救他的，不是吗？我和县老爷刚才商量过了，和诸位之力，如果不能镇压本地灾患，那东阿的覆灭基本是板上钉钉了。所以什么？所以我们决定，请诸位随本地城隍一同下墓。本地城隍没了城隍的庇护，你们怎么办？就1个晚上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事。但有了城隍爷的庇护，诸位下墓镇压向北冥，应该能多几分把握吧。如果能得到本地城隍的庇助，那此行的凶险当可划去7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这就请本地长者，请城隍。师父，好了，你们2个乖乖的等我回来。出发吧。都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我想要你兑现诺言。请说。他们来了。谁先下去探探路？我来吧。这是五脏庙气灵术。修行这门功法的人，需要和五脏气灵签订契约，把自己的五脏六腑让出来，供气灵居住。
与之相对的，该功法的修行者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麒麟需要出来替人挡灾。我养的器灵在主墓室的棺材里发现了通往更深处地下的风洞，这下面的确有乾坤。这下麻烦了呀！把城隍爷请出来吧。请城隍爷显灵。可以下去了。请，准备战斗。没了城隍的压制，果然舒服多了。好想亲自动手。别忘了咱们的任务。要多久？2个时辰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开枪放城隍。求城隍老爷显灵。都是城隍在的原因。看来这次灾患没有咱们想的那么严重。是啊，尽是些歪瓜裂枣，好没意思。石老。哼，又遇上扯后腿的了。别说了，快救人！交给我和武灵道人吧。别拉上我好吗？放开我！小心一点，这家伙和刚刚那些小卒明显不是一个等级的。知道。这里就交给我们吧，你去帮领队。好。看不出来，你这大胡子还挺心善，知道他应付不来。哼，要你多嘴。怎么样？他是甲级，看来情况
还不算最坏。你脑子有问题吧？那啥才算？副将是甲级，主将起码得算半个天灾吧。我们现在还没遇到主将，说明有可能他还没苏醒，这还不算好消息。行，但我先说明，我的器灵是辅助性，太强的我应付不来。那我来，等下你派几个器灵辅助我就好。真啰嗦。去，帮他！还是得用那个。道法神通，请君入瓮，神通聆听令，上身。好机会。虽然不知道你的姓名，但尊下横贯100余年，传达到我面前的武勇，武灵道人已经确实的感受到了，所以就此安息吧。情况如何？这名大将虽有一身蛮力，却无特殊杀敌手段，比想象的要好对付。黄秋水怎么死的？这个俺也不知道。按理来讲，我的3味真火只烧邪魔外道，这个黄秋水按道理来讲应该不会被波及的呀。真奇怪，怎么？本次灾患强是强，但抗性未免也太低了。这些平时对魑魅魍魉有一定加成的功法，正常来讲应该没有这么突出的效果。或许是因为这些鬼族鬼将还没有培育成熟，被人给惊醒了。作为半成品，在某些领域上有所缺陷，也是合理。或许吧。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呀！同感。好饿！附近有好多人类。挥舞台前，八股放光，炸掌而出，超生风。今夜过后，东阿将沦为一片死域。可笑那些武人做梦也想不到，正是因为他们请走了本地城隍，才招致今夜的悲剧。大家自由行动，列个痛快。这些棺材怎么处理？是封印起来，还是直接毁掉？棺材里的东西离培育完成就差临门一脚了，毁掉！你就不怕弄巧成拙，把里面的东西提前唤醒？那你倒是拿个章程出来呀！冷嘲热讽的，谁不会？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怎么了？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这下麻烦了。本地城隍不在，也没发现镇守五人的命火，眼下已经没人能阻止我们了。
你说那些五人，开始了。空气凝聚的速度怎么加快了这么多？不应该呀！就算是城隍正气，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刺激。必须阻止他，不然咱们今天全要栽在这里。心跳频率又变了，不对，快阻止他！他已经醒了。正主竟然提前苏醒了，等下打起来，我们真的有胜算吗？消失了？不可能，他刚才还好快。一个问题，分城之劫是多少年前的事？3甲子前，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恩帅死后，谁得了江山？不肯说吗？我明白，是篡位者对方。准备战斗！恩帅，微臣犯过，未能助您成就千古霸业。不要留手！站在我们面前的可是那个一人成军、战敌过万的将中无双项北冥。微臣3生有幸，能再回到这世上走一遭。不拼命的话，咱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儿。就让微臣用最残忍且最直接的方式，向篡位者的后人和这个世界宣告：江山社稷，岂容一族轻易得之？最后一个问题，篡位者还有没有善待我恩帅的亲族？项北冥醒了，哎，念完引灵诀了。对，可以进行下一环节了。嘿嘿嘿，算上泰安郡的一童子，咱们就有3具已献祭的古神雕像了。这些怪物究竟是打哪儿来的？哎呀呀，原来是掩面呀！你知道他们？当然，他们常穷尽城阙，袭击那些缺少山神庇护的偏僻村庄，以食活物为食。我说，最近怎么有鬼气生成？原来那2个人在培育这种东西啊！等等，你说这东西是人造的？当然，有好几天了呢。有人在幕后使坏，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为什么要提醒你？咱们的契约可没包含让我无条件帮助你的条款。与其在这与我怄气，不如担心一下你和你的妹妹，接下来怎么从这些掩面的手上逃生。你顺带一提，你已经许过愿了，所以你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你醒醒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，哥哥？等会儿再跟你说，咱们先离开这里。哥，那是什么？嘘，城里到处是那种东西，咱们小声点，别被他给发现。
上神显灵，护我死亡。万幸无劫，一阵就消。看来情况还不是太糟。这家伙因为提前苏醒的缘故，身体有缺，无论攻守都有极大缺陷。大爷，半成品的天灾也是天灾，还没好吗？足够了，雷劈灵上山。想走，晚了。五雷，红蝶。坑里的死气正在减少，看来这鬼幻算是镇压住了。怪了，向伟明已身死，我的右眼皮怎么还在跳？不好，被耍了！小心向伟明，他还没死。我说这次的灾患源头怎么比想象中的弱那么多？他一直在拖延时间，等待右臂完成最后的转化，准备战斗。这次要来真的了。晚了，是了，该死！春雨化物，万物复苏。快带他走！我已经拖不住他了。向伟明，你们还算有点本事，要不要考虑当我的部下？放屁！那真是太……我这个状态持续不了多久，有什么压箱底的，大家都使出来了，用不着你啰嗦。万世不朽，长存永生。我来助你。谢了。这怪物镇压的事就交给领队和武林道人了，咱们牵制住他就好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他走了。想我发现了什么？是你做的？没错，不过请我出手是需要支付代价的。这一次就算了，下一次你需要支付对等的代价，我才会帮你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你还有1分钟准备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那2个小孩呢？师傅不在，眼下能保护实验的人只有我了，你绝对不能。哎呀呀，看来你今天的运气真不怎么好呢。吃我一掌！来得好。只有这点本事。还没好吗？已经好了。怎么样，有效吗？有几枚法器击中了他，但很奇怪，他的气没有减弱，反而在增强。
不错不错，我越来越中意你。这个怪物，真的不考虑当我的部下吗？我行颠倒，化口为泥，土水水土阵，起！快，把他压进地里！不用你说，罗汉掌金光印，该稳了吧？敬酒不吃，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活路了。连水土土水阵都困不住了。伯言，把本地城隍放出来吧，打持久战没胜算，那就殊死一搏吧。哥哥，不要怕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我需要支付多少代价，才能带我妹妹逃出去？抱歉，这个愿望恕我无法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培育出这些演练的高手，并没有离开东吴。我现在出手，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那你能做什么？我可以在你的身上种下玄冥之种，它可以激发你的潜力，让你获得足以自保的力量。代价呢？20年的寿命，以及你右眼的支配权。我干！吞下它，接受它，再用你的气去唤醒它。玄冥之种会在你体内生根发芽，最终培育出罪恶之花。无需顾忌，尽情地使用它吧。在死亡切断你与它的联系之前，你是无敌的。我不明白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为那篡位者的后代卖命？不然呢？当你的走狗吗？狭隘的自尊心！小心，他又提速了！是了。第一个，生生不息，时之长河。前后差别这么大，代价肯定不低。这招用出来之后，8成便不会染了吧？只要能在此地镇压你，这个代价就值得。自欺欺人，我和你们的差距，现在的你应该能隐约察觉到。希望渺茫，但总要试一试。阿宇总是会幻想着奇迹。古往今来，服下玄冥之种的凡人，最差的成就都是一方王红，是死期将至时，却无一人善终。大的这个归我了。别瞎想，闭上眼睛。我说可以睁开的时候，你再睁开。而且还是克制我们的速度线，硬上的话风险太大，先别挣扎机会吧。给我这条虚口道理。好机会啊！放动！这次的代价是你左手小拇指的支配权。少啰嗦，这次能撑多久？10息。你还储备有多少气？没了。
但还可以续付20年的寿。应该勉强够用。等下我来封的小美人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一定要把握。寿客终于。雷劈岭，神风岭听令，经此手段，也想镇压老子？看我！成华！前20，雷火双绝，永镇！混账！老子的眼睛，老子的眼睛，在开什么玩笑？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干掉一个，下一个就是你！怪物，绝对是怪物！正常五人没可能会这么强，就算是那2位大人，也没给我这种感觉。你以为你逃得掉？没想到那些5人临走前留了一手，还剩1、5人在等。需要我过去吗？不足为虑。那股命火空有至缺无量，仅消耗战眼面就可将其拖死。就算临阵突破，无非是多拉些便便陪葬。前20，雷火双绝，永镇！滚上！还不肯放弃？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们的。部下死光了，这个我中意的后生又不肯入伍，我总不能一个人去找麻烦吧？算了算了，不想了，先抓几个篡位者后人祭旗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竟有如此美味的命火，大补之物，吃了它！吃了它！他不是平常5人，怎会有如此实力？5人仅此1人，解决他，东阿将任我等鱼肉。杀！丰都，无锡，够了。4、3、2。没事了，那些坏家伙都被哥哥打跑了。搞定了。算是被冷了。之后就是等大晋局势进一步恶化。
也就是说，东阿的城隍不见了。城隍如果在，肯定不会放任那些掩面屠戮城中百姓，所以他是真的不见了。又是谁带走的东阿城隍？报告女王大人，取走城隍的是当地5人。原因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东阿官府发现了郊外将军坟的威胁，他们想在危机发生前将那坟里的东西镇压，所以就请出了本地城隍相助。然后呢？他们赢了吗？这个，我就说嘛，那篡位者的后人怎么会放心派那么几个武人来镇压？原来真正的杀招在这里。都出来吧！5颗星宿，11名天罡，21名地煞。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如果是全盛时期的阁下，这当然不可能。但刚刚苏醒，实力尚不如全盛时期10之1、2的你，倒是可以冒险一试。所以东阿的城隍毁了。小的觉得，在冀州府将新的城隍送过来以前，东阿对大人您来说已是不设防的区域，还请大王点齐兵马，将这片土地从人类的手里夺回来。叫牛怪带队探一下东阿的底。遵命，女王大人。这里是玄冥铁剑，守殿之域。你是一个失去所有的战败者，不值一提。你说这里是冥王殿，那为什么冥王殿和书上的描述不一样，而是异常的破败？因为自彼暗条之战，第一殿主身陨，此地便被废弃，十方殿早已无人管辖。什么？是说？没错，暗界已经无法再调节人间的阴阳平衡了。你没发现吗？这几十年，人间的灾患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增加。按理来讲，以你们处理灾患的效率，人间早就太平了。但事实却是各地灾患重置不尽，看似平静的中原，随时会变成一片死域。莫非是因为逝者之礼滞留于人间的缘故？没错。既然人死后不会被送往暗界，那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我和别人做了一笔交易。交易？用你能听懂的话来解释，就是我需要按照约定帮命数已尽的你重获新生。和你做交易的那个人是谁？不想说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不想死，更不想留在这个废弃的暗界。如果你想返回人间，那就翻开这份册子，找到你的名字，用笔勾掉。这么做，你可再添10年寿命，不增不减。谢天谢地，那沙星总算走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我这次的队友真够强的。如果再给他们配几个高手，说不定真能把实力尚不足全沈17一城的向北冥封印。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向北冥再次出现时，只怕天下要大乱了。啊！这也行？你没死，这话应该我问才对吧？向北冥走了？向北冥元气大伤，只怕在恢复全盛期半数实力前，不会再轻易现身了。你那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是继续留在东阿吧，毕竟土地都太小了，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。本次行动唯你一人幸存，若引起青罗斯怀疑，并发现你的秘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再说这次我能捡回一条命，我自己也很意外。你就编吧。算了，各家有各家机缘，我就当是真的好了。既然我看到了你的底牌，我也给你看看我的底牌好。
这具肉身的资质虽然一般，但胜在基础牢靠，应该够我用一阵子了。元魂离体，逆转重生。转生道术。那个，过来搭把手，这剑我拔不出来。好烦，这身体的心脏被搅碎了，之后还得换个新的。话说，你真不走？城隍像碎成这样，肯定没法用了。没了本地城隍的压制，山上那些精怪迟早会下来搞事。这留在东鄂，光是四处赈灾，你就要被折腾个半死。更何况，挺一挺，总会过去的。算了，随便你，我先走了。我会转生法之事切莫外传，这种禁术被有心人发现后，会惹出大多的麻烦。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放心，我不是多事之人。再会。有缘再见。掩面，他们不应出现于此地啊！本次灾患只是幌子，暗处之人另有其谋。糟糕！石善、石野，你们还在吗？师傅，乖，你看，师傅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师父平安回来了，现在咱们两清了。两清了。向北明解决了。是。折损了多少兵力？3颗星宿，7位天罡，12名地煞。下墓的5人有活下来的吗？有1人。叫什么？哪个门派的？中府人，原名陈兴，师承太清道。太清道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10年前被天灾旱魃灭门的中府第一宗门？是。大晋派过来围杀向北明的队伍里没有4项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大晋王庭宁愿冒着失败的风险，也不肯派出4项级别的战力，说明他们分不出额外的高阶战力对抗新生天灾了。总之，我打跑掩面的事一定要跟师父保密，拜托了。实验记住了。吃饭了。就在这儿说吧，昨天的掩面是你解决的吧？师父，我……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有，你有，实验以后可能也会有。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，力量只是工具，不要被工具影响了你的心智。我知道了。乖孩子，吃饭去吧。按照约定，为师接下来会教你们我的主修绝学乾坤一气功。好。乾坤一气功源自中府太明道，与多数伤害型绝学不同，这门功法作用相对单一，仅强化和助燃2种效果。但修行乾坤一气功后，他们的肉体能力就可突破限制，会得到明显的加强。在极特殊情况下，配合该功法第2特性，修行者甚至能在短时间将战斗力翻至寻常数倍。好厉害的样子！作为可以主动调节命火强度的绝学，乾坤一气功存在着诸多可能性。师父，什么是命火？命火是生机的象征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燃烧着的蜡烛。命火可以为你提供庇护，使得其照耀之处平安无虑。但它总有烧完的一天，就像世界不存在永生不死的人一样。那为什么不换一个蜡烛呢？古往今来确实有不少人尝试过此方法，但对于永生而言终究是杯水车薪。他们甚至在追求永生中迷失自我，最终走向灭亡，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。这样啊。
闲聊到此为止，待会儿为师带你们熟悉乾坤一气功的练功路线。太快了，实验这边虽快，但尚在可接受的程度。可实战这边，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可以在1个时辰内彻底掌握气的放与收，这速度太惊人了。师傅，我已经懂气的收与放了，接下来咱们学什么？先尽可能的打通窍穴，确保实战在最短的时间放出体内的气。好。妖怪！人类繁殖能力真是夸张，仅数十年，东鄂的人口竟膨胀至如此程度。真碍事，好想来个大扫除。莫要节外生枝，我们任务是摸清东鄂底细。知道了。怎么只有你们东鄂的镇守5人呢？好强的能量活动。比你之前解决的掩面要强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不好了，有一只牛首人身的怪物闯入了东阿。牛首人身，带我过去。你们待在这里，等我回来。不跟上去看看吗？现在的你已经有资格参与他们之间的战斗了。你在打什么主意？集市那边几只妖怪，一只牛怪，一只三眼乌。你就是镇守东鄂的5人，不能在这里开战，会伤及无辜。换个地方。随你。就这吧。力量型妖怪有些棘手，我余寿不多，不能在此浪费太多气，只能试试那招了。还没好吗？还是说你怕了？来吧。刚刚那一招消耗了我大量的寿元，得赶快离开这里。还有，不愧是能在向北冥一战中全身而退的高手，受教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大王麾下的臣子。大王？他是骸骨之王，是东鄂之主，更是世间最美的存在。限人类于3日内撤离东鄂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勿谓言之不预也。嘿嘿，你师傅他们好像又遇到麻烦了。怎么样？很强，若再来几个，恐怕我也……新的城隍还有多久能到？至少半个月。这下麻烦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那5人很强，别大意。如果我和青面再晚到一会儿，就只能帮你收尸了。我下次会注意的。
那五人的实力如何？和青面相当。那按人类的评判水准，算甲等下位。对，付诸武力的话，3天内我们能召集多少兵力？大王不出手的话，大概是甲等4位，乙等17位。那人类的王在此地能动用的兵力有多少？甲等上为1名，甲等下逢6至7名，乙等若干名。凭我们现有的力量，只怕还扛不下大晋王朝的报复。既然如此，如若东鄂官府不愿撤离，那你们就从附近的村落开始，把人往东鄂赶，逼迫东鄂官府迁徙。是。牛怪，你留下。你的师傅开始透支寿命了。别这么看我，这是他的个人行为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然后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师傅确实很强，但他的强仅限于人的范畴。服下玄冥之种的你，应该能体会到吧？人是无法战胜怪物的，只有怪物才能战胜怪物。白骨洞，古之王在召集我们，终于要与人类开战了！加入古之王麾下，与人类一争高下！啊，这是霸姬云，当新生霸者向天下共主发起挑战时，这片天地留下的见证。什么意思？具体点说，就是深山里的那位妖王决定更进一步了。女王吩咐了，这次行动以驱赶为主，少开杀灭，明白没？这是霸者之政。来人，大人，去查一下这异象的源头。是。什么？你要去找他们的王？为什么？因为事态发展已经超出我们预料了，不去不行。可是，对于一个大晋而言，能开启霸者之争的妖王，比目前向北冥的威胁还要大。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里镇压此妖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哈哈哈！老子变得更强了！你运气不错，那五人的点穴之术激发了你身体的潜能。目前你的实力已达到乙等上级水平，未来甚至有突破甲等的潜力。哈哈哈！五人，下次一定要你好看！大王，附近的村民已经驱赶的差不多了。很好，3天后你和青面去一趟东鄂，让他们给个答复。大王，我也想同行东鄂，一雪前耻。哼，就算我不肯，你也会偷偷跟来的，对吧？哎，准了，但是你不准对平民出手。为什么师傅你又要走？只是充当斥候，调查东俄大妖数量，没什么危险的。我不在这几天别逞强，如果有妖怪来了，带着实验去聊城投办赵家，在那儿等为是。好。现在加快玄冥之种的修炼，或许还能帮上你师傅的忙。报告发出去了，发给青罗斯了。把这个发给关阙楼，要快。搜山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抓些小妖拷问以获取妖王位置的信息了。哎，东阿的认识五人，他怎么出来了？不好，被发现。我见过你，说吧，东阿妖王在哪儿？
妖怪的世界是很残酷的，并非每只妖怪都是具备神智的，绝大多数妖怪自出生起就被饥饿感所支配，只会漫无目的的寻找并吃掉比自己弱小的同类。我曾以为东阿东躲藏藏的日子会持续至我死的那天，直至我遇到了大王。大王不喜如此残酷的世界，将有智慧的妖收于麾下，制定了秩序和规则，给了我们这些弱者活下去的机会。我是不会背叛大王的。如此妖王，只怕东阿再难太平了。大人，东方异象源头已查清。哪里？东阿。对方等级确定了吗？甲等上尉，距天灾仅一步之遥。因为上一任的天灾而迟迟不能晋升，现在向北冥被解决了，所以放开手脚开启霸者之政了吗？哼，有趣。通知天象部就位，启动穿剑门，我要去东阿。是，大人。第6个，巡山小妖伤亡如何？东面巡山7人组全部阵亡，有人在暗中切除我们的外围力量。结伴而行吧，看来已经注意到我的存在了。再多引出点兵力，创造能单独与妖王会面的机会。还真是他，山老得请您出手带队，将那5人抓回来了。还没准备好吗？星轨已搭建完毕，只是启动所需的能量还未……传送的器我来承担，你们把落点落差控制在半径20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里是？这是暗界的最底层，战败者们的流放之地。那个……你该走了。啊！下次来这里前，记得好好把外功练一下。什么外功？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开什么玩笑！你我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合作。玄冥之种是你给我的，修炼方法也是你告诉我的。运行1周天会发生什么？你敢说你不知道？我没义务，也没必要充当你的保姆。我之所以催促你尽快获得力量，是因为那位妖王准备突破瓶颈了。在我找到可以替代你的宿主以前，你不能死，仅此而已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这边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大人。让青面和引力过来见我，有高手来了。有高手来了，依命火强度而言，应该是甲等上尉。你们去取封门阵，叫上山老，把他脑袋给我带回来。遵命，女王大人。出来吧。人类，我们家总管有请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只能打断您的双腿，让我们抬着您去见他了。那开战吧！小心，他速度很快。看来需要注意的，也就只有他了。白骨洞6法，乱元烟。大伙并肩子上，别给他机会逐个击破。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气的运转竟被凝滞了。他在这儿，乱云烟生效了，大家快来！山老，女王让你协助我们围剿出现在虞山地界的高手。明白。村子被烧毁，却无逝者的执念，莫非是当地官府提前组织撤离了吗？东南方向的水有5人在和东阿的妖怪阵，他的命不稳定，是中毒了吗？人呢？你下去看看。我？咱们这些妖怪里就你会水，
你不下去谁下去？可是磨磨唧唧的，下去。不好，下去这么久也没个动静，你说会不会有特殊情况？喂，我说你好歹，快来，在这儿，快上！他不是中了乱云烟了吗？怎么还会有余力战斗？居然主动破坏了自己的听觉，正面对抗我毫无胜算。不过既然你自废听觉，那么便可围绕听觉缺陷布置战术。敌明我暗，优势在我。甲等2只，乙等1只。你们大王派你们来，是在浪费己方战力吗？哼，随你怎么说。白骨洞6法封门阵开。哦，法器吗？这是封闭型的阵。没错，但它的用处可不止。这类阵法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功效，你们这个就类似于城隍的能力，增强友方战力，削弱敌方战力，对吧？我还以为你们信誓旦旦的杀来是握着什么不得了的杀手锏，原来就拿了个辅助型法器。青面硬力也罢，好久没运动了，就姑且陪你们玩玩吧。你不是甲级上尉？没错，我是。白骨洞6法，乱云烟。就凭你们，区区乙等。他中了乱云烟，现在没空管我们，快上！我。这声势已经可以和向北民相提并论了，这就是大晋的顶级战力之一吗？连我都差点心神失守，若比我弱的人听到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些手段太危险了，必须全歼一个不留，速战速决吧！快转动封门阵！南明离火，起！怎么了？虞山村那边来了个高手，很强。殿下，叫花子我是来请辞的。你不是要看大晋王朝的覆灭吗？怎么这时候？就在刚刚，历史的拐点出现了。既然如此，封门阵和乱元婴待会儿再还给你吧。不需要，如今白骨洞比叫花子更需要他们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能用蛮力凿开封门大阵。不对劲，以他们的水准，应该是绝对无法躲过奇异的。莫非是此阵具备着改变方位的特性？用这个来试试吧。南明离火镜，护身印，近距离的南明离火，我看你们怎么躲。赶上了！被改变方位的人换成我了吗？还剩一只豹妖不见踪影，是被什么事耽误了呢？就是现在！无视目标意志以及战力差，强行转换方位，此类阵法必诸多限制，弄清楚限制就好解决了。这无人太强了，凭此手段赢不了他，用那个吧。我这边准备好了，置换。乱云烟入。该死！
结束了。等你好久了。四象，我们明明为真正出手，为何会引来四象？镇守河南道的朱雀有着跨地区投放高阶战力的法器。自青罗斯得知您的存在后，朱雀的到来已是必然。可在我感知下，他仅有甲等上位实力。那枚传送法器需极大的气才能启动，情急之下，朱雀很可能会消耗自己的气来实现远距离传送。情况如何了？你师父没事，但出现在虞山村那位高手的命火熄灭了，死了？不好说。且与那高手战斗的妖怪有点邪门，他们的法器我似乎在哪儿见过，要和我一起去确认吗？应该死透了吧？我所修绝学共有2部，其一南阳离火，镇邪魅除妖魔，位列世间8大火，此乃朱雀专属绝学。其二七星点命，该绝学同一时期下仅4人可修成，为历代4项必修绝学。此绝学大成后，修行者将拥有7盏命火、7条性命、7块丹田。开什么玩笑？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这种怪物？好了，让我们开启下半场吧。感到自豪吧？能逼我用出这一招。快逃！南明离火，燎原。你逃不掉，虽不清楚该阵法的限制，但越是强烈的阵法，开启和解除的条件就越繁琐。这样看来，失去听觉还尚在接受范围，能勉强对付乙等敌人。东阿的妖王10有8九是甲等上位，现在的我不是对手，先行撤退吧。妖王，是他吗？一个寿元不足10年的废物，怎么可能？是挺废物的。东阿妖王已禁忌天灾，必须把情报带回青罗寺，否则河南道就石善、石焰，对不起，为师食言了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不，没什么。老子要去东阿把厂子找回来，有跟我一起的吗？正主终于登场。殿下，正是一看就知道了，四象与我对等的存在。天象部那些饭桶，甲等上尉和天灾都分不清。先来打个招呼吧。好大的威势，哭！躲都懒得躲，真是够自信。困兽之龙，这是蛊。很自信呢，明明有机会避开，却没那么做。他会后悔。有批兽群在前往东阿。说什么？领头的妖兽是你师父上次打败的牛妖。怎么少了一个？他察觉到你了。去那边探查看看。他们察觉到你的存在了，走还是留？留。找到他了，他就在。上！跑得快的，从两边包围他。一个人类幼崽能有多少能耐？
那只牛怪追来了吗？没。很好。空空儿被干掉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可惜我如今不能像师傅一样保持着气的精密运转。如果能将气全部集中在食指和中指就好了，这样至少不用担心待会儿和那只牛怪作战的时候无气可用了。他不是我能对付的，得叫上。那么慢，一个人类幼崽而已，有那么费功夫？小心，那牛怪要来了。大晋的高端战力仅这个水平吗？如果再给这位妖王成长时间，或许真能动摇大晋。但您的路也到此为止了。自大晋发现您的那刻起，您就已注定要面对大晋顶级战力的围剿。殿下，接下来的战斗已不是叫花子能插手的了，请允许我到稍远的地方观战。行吧，你也退后。我的目的达成了，也是时候离去了。操控谷的妖王嘛，果然很危险。操控？哼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吾的力量是支配。哼，支配吗？世间万物皆为殿下所有物，区区妖魔竟妄图染指殿下财产，大逆不道，必须施以极刑。这一下，全天下都知道南方朱雀在河南道了。女王大人，到底在和什么东西战斗？怎么了？虞山村的那位高手比我想的还要强，或许已经达到了凡人的极限。快跑啊！地龙翻身了！里面发生了什么？南明离火，朱雀出手了。怎么回事？东阿那边有2个天灾级别的高手在厮杀，其中一方应该是朱雀。朱雀，之前连向北明都没能逼他出手，这次怎么就……或许是白骨洞的妖王晋升天灾了。哼，看来除了我们，还有其他人在幕后谋划着什么，否则东阿那妖王不可能这么快晋升天灾的。那牛怪离开了，为什么？或许是东阿妖王天灾身份的暴露。天灾级别的存在可轻易动摇一国根基，若出现于世，遭到围剿是必然的。那牛怪为避免遭受牵连，选择很果断。这可不代表你可以松口气了。那牛怪依旧在往东阿方向前进。什么？小娃娃，一路暗中捣乱的人就是你吧？完蛋了！这家伙比你强，快使用玄冥之力吧。闭嘴！我啊，最喜欢你们这些小娃娃了。以现在的状态，挑战强你几10倍的强敌就是自寻死路。想赢就必须接受玄冥的馈赠。休想骗我，我绝对不用那个了。现在的我别说战斗了，光是站着都勉强。去死吧！东阿，石善，东阿！不见了！哼，生死一刻，求生欲压制了理性吗？哦，变强了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有意思。玄冥之力听者效果较上古相比有明显关系，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加大对力量的索取。
可悲的人类，连最基本的理智都丧失掉了吗？壁灵战斗也无法缩短绝对的速度差距吗？棘手了。逃了吗？早知道东恶妖物渐生天灾，就将那2件法器带来好了。现在后悔也于事无补，用那招好了。宣青罗斯指挥使觐见。朱雀为何擅自离开辖区？报告上说，东俄5人发现当地存在能自行开启霸者之证的妖王，所以霸者之证，把青龙叫过来，限他2个时辰内抵达战场。殿下，青龙镇压朱和水欢所损失的命数尚未补齐，不若派白虎。来不及了，此次危机天灾不止一只，若朱雀离开时未携带法器，必然身死。不可能，围剿向北冥时，带队星宿并未发现第2个天灾的存在啊。那是因为明面上朕并未派出4项级别战力压阵，幕后之人不清楚朕的后手，只好任由朕用星宿对调向北。经此一役，朕以为幕后之人会有所收敛，没想到竟孤注一掷培育第2只天灾。此举居心何在？一目了然。他们竟伏杀4项。既然朱雀已然中计，那就将计就计，让青龙把千里江山图和勾魂尺带上，会一会东俄幕后黑手。臣遵旨。现任朱雀似乎陷入苦战了，不去帮忙没问题吗？陆岩的南明离火已经小成，1对1，那天灾留不住他。若是还有只天灾藏于暗中，那刘大人应该在满世界找我了。宁仲可在观内？看来贫道猜对了。刘大人，可是河南道那边的事？对，殿下限你2个时辰内赶至东俄。1对2的话，陆岩只怕撑不住2个时辰。观主，可借镇观之宝一用，请便。天上有什么东西在燃烧？南明离火，暗日。这小子速度太快，只能等他露出破绽的时候反击。就是现在，死吧！这就是青罗斯在开封府的禁忌收容总部。哼，怎么失望了？老实说，有点。以防御而言，这里收从甲级高手绝对是绰绰有余了。但天灾级嘛，只怕……那是因为你眼界太窄。阁下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就是提点你一下。我们之所以会待在这里，是因为开封府地下……话太多了，无道计。前方就是了。需要什么？用来做什么？千里江山图和勾魂尺用来镇压东俄妖王，用完后尽快拿回来。那位大人最近的情况有点不对。陷入绝境了吗？要不我去一趟？也只能如此了。情况紧急，务必火速前往。望借关主镇关之宝一用。来！喂，不是吧？死吧！这是暗日，能逼出陆岩这招，此妖王绝非寻常天灾。终于死了吗？
怎么可能？就算巨蛇拼死保护，也绝不可能挡住暗日。人类，你很危险。若未事先准备应付此招的法器，刚才那招确实可取我性命。可惜，底牌被泄露了吗？呸呸呸！这种禁招也用，真没公德心！周遭生气都被打没了。怎么有个人躺那儿？结束了，你没死。久违的人间，温暖而舒适。你究竟是谁？一个不足挂齿的战败者。